又开始了男的女的男的女的，我的妈呀，天天都问啊，男的女的男的女的，公的母的，我的妈呀，女的啊，小姑娘茶一落眼不也羞花的，烦死了一天的。看去吧，啊，女孩子，秃头小妹儿，烦死个人一天，可能问了，可能叭叭了。本是男儿身，反串俏佳人，披个烂假发，到处去骗人，行不行？天那么滴答。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太平间的门我不敢进，但我知道你在里面等一个说法。2025年12月5日，河南高院二审法庭外，罗大美的妹妹攥着哥哥生前最爱的戏服碎片，声音嘶哑。当法锤落下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8个字响起时，这个等待了2年多的家庭终于等到了正义的回音。但那个在镜头前巧笑嫣然的反串艺人却永远不会再回家。转账200万仍遭灭口，熟人设局痛下杀手，3名凶手当庭翻供狡辩。这场牵动100万网友的案件，藏着比死亡更冰冷的人性真相。今天我们就来完整复盘罗大美案的来龙去脉，看清繁华网络背后的致命陷阱。在河南许昌的农村，提起上占峰这个名字，乡亲们都会说那是老上家最有出息的娃。但在抖音上，100万粉丝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罗大美。这个1993年出生的青年，用一副柔美的嗓音和灵动的身段，在反串艺术的舞台上绽放了独特的光芒。罗大美的童年是在农田与戏文的交织中度过的。父母务农为生，家里条件拮据，却挡不住他对戏曲的痴迷。10几岁时，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他揣着皱巴巴的零钱外出打工，在餐馆刷过碗，在工地搬过砖。拿到第一笔工资，没给自己买件新衣，反而给家里添置了一台电磁炉。这台炉子直到他遇害时，还在老房里默默发热。哥哥总说他吃过的苦，绝不让我再吃。妹妹小尚回忆起哥哥时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靠着打工攒下的积蓄，罗大美终于走进了艺校的大门。压腿的疼痛，练声的沙哑，都没能动摇他对艺术的执着。毕业后，他跑遍了大小商演舞台，从县城庙会到企业年会，哪里有需要，他就带着戏服去哪里。2018年，短视频浪潮袭来，他尝试将反串表演拍成视频。镜头里的她扮上《牡丹亭》的杜丽娘时温婉动人，唱曲一曲名段时字正腔圆，独特的风格很快吸引了大批粉丝。随着粉丝量突破100万，罗大美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。她开启直播带货，主营彩妆护肤品，凭着真诚的讲解和亲民的价格，生意越做越好。赚钱后的她没有忘本，不仅承担了妹妹从本科到研究生7年的全部学费，还经常给村里的老人添置生活用品。在亲友眼中，舞台上的罗大美是风情万种的艺人，生活中的上占峰却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他总把仗义挂在嘴边，朋友有难处开口借钱，他从不推辞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份不加设防的善良，终将把他推向深渊。于金生就是借着朋友的名义走进罗大美生活的。这个43岁的男人游手好闲，长期沉迷赌博，欠了一屁股外债。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罗大美后，一次次以资金周转、家人看病为由借钱。罗大美念及情面，先后数次借给他人情。可于金生不仅不知感恩，反而在看到罗大美开着保时捷直播带货日进斗金后，心中燃起了贪婪的恶火。他开始暗中观察罗大美的行程，盘算着一场大买卖。2023年7月5日傍晚，罗大美的微信收到了一条消息，发信人是杨恒，他认识的一名整形医院业务员，也是于金生的同伙。美哥，我这边有个客户想请你做商演，酬劳丰厚，晚上在于哥住处详谈呗。杨恒的消息里带着熟稔的语气，还附上了定位。此时的罗大美刚结束一场直播，虽然有些疲惫，但想着是熟人介绍的生意，还是答应了邀约。他不知道这个定位指向的南阳市区出租屋
早已是一个精心布置的死亡陷阱。在此之前，杨恒已经受于金生指使，多次以各种理由约见罗大美，都被他因工作繁忙拒绝。这一次，于金生特意让杨恒打出伤眼酬劳的幌子，就是算准了罗大美不会怀疑。当罗大美驾驶着自己的保时捷来到约定地点，推开门的瞬间，他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于金生，还没来得及开口打招呼，身后的门就被杨恒悄悄关上。美哥，借点钱花花。于金生的语气突然变得凶狠，没等罗大美反应，他就冲上前死死摁住罗大美的胳膊，早已准备好的塑料胶带和绳子瞬间缠上了他的手脚。杨恒在一旁看着这惊悚的一幕，按照事先约定，他在于金生控制住罗大美后便转身离开。下楼时，他收到了于金生的同居女友沙玉娇转来的500元辛苦费，这笔钱成了他参与这场罪恶的酬劳。而此时的出租屋内，罗大美被牢牢捆绑着，嘴里塞着布条，只能发出沉闷的呜咽声。于金生蹲在他面前，露出狰狞的笑容：“你不是有钱吗？拿200万赎命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”为了让罗大美乖乖听话，于金生用罗大美的手机给他的家人发去消息：“开车撞人了，对方可能成植物人，我得出去躲躲，别打电话，别发视频。”这条伪造的消息让罗大美的家人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都以为他只是犯了交通肇事罪，在逃避责任，根本没意识到他正身处绝境。控制住罗大美后，于金生伙同沙玉娇将她塞进保时捷的后备箱，连夜驾车赶往南召县南河店镇的一处偏僻山村。那里有一间于金生舅舅闲置的平房，远离人烟，成了他们的秘密据点。在这间昏暗的平房里，罗大美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48小时。于金生和沙玉娇轮番看守她，用刀抵住她的喉咙，用言语进行威胁恐吓，逼迫她说出手机支付密码和银行卡信息。为了保住性命，罗大美被迫配合，一笔笔钱款从她的账户转到沙玉娇的账户上，累计超过200万元。沙玉娇一边接收着这些沾满恐惧的钱财，一边帮着于金生看管罗大美，甚至在于金生外出时独自守在门口，防止他逃跑。他后来在法庭上辩解，说自己是被操控的影子，可那些主动提供收款账户、积极参与看管的行为，早已暴露了他的贪婪本质。200万赎金到手后，罗大美以为自己能活下来。他或许还想着回家继续照顾妹妹，想着回到直播间和粉丝见面，想着把这些天的遭遇当成一场噩梦，但他低估了人性的丑恶。2023年7月7日凌晨，于金生以单独谈谈为由支开沙玉娇，在空无一人的平房里，用衣服死死勒住罗大美的颈部，见她还有呼吸，又拿起短刀狠狠割刺她的颈部。法医尸检报告显示，罗大美的遗体上布满了挣扎伤痕，手腕、脚踝有明显的捆绑勒痕，颈部存在多处锐器创口和扼压痕迹，呼吸道内还残留着泥土，足以证明她在最后时刻遭受了非人的折磨，甚至可能在未完全断气时就被匆匆掩埋，在黑暗与痛苦中停止了呼吸。为了掩盖罪行，于金生将罗大美的尸体拖到附近的红薯窖，草草掩埋后返回南阳。他和沙玉娇一起将作案用的刀具、胶带、绳子以及罗大美的衣物全部丢弃，试图销毁所有证据。可他终究无法安心，第二天下午又特意返回山村，将红薯窖重新填埋加固，仿佛这样就能抹去自己杀人的痕迹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于金生带着抢来的钱财潜逃至缅甸，在赌场里豪赌数日，将大部分赃款挥霍一空。罗大美的家人在焦急中等待了1个多月，始终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。2023年8月28日，妹妹小尚察觉不对劲，哥哥从不肯让家人担心，就算真的撞了人，也不会连一句安抚的话都没有。带着这份疑虑，他选择了报警。警方的调查很快有了突破，通过调取监控和资金流向，于金生、沙玉娇和杨恒的名字浮出水面。此时的于金生正从缅甸偷越国境，准备回南阳探风声，
2023年8月31日，边防民警在边境将他抓获，随后移交南诏警方。面对审讯，于金生起初还想狡辩，但在转账记录、监控录像等铁证面前，他终于供述了抢劫杀人的全部事实。当警方带着于金生指认现场，挖出红薯窖中的遗体时，罗大美的家人终于得知了残酷的真相。看到那身衣服，我就知道是哥哥。小尚说，那一刻他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更让家人崩溃的是，由于于金生对死因提出异议，为了配合司法程序，罗大美的遗体至今未能下葬，只能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。2025年12月3日，小尚和父母来到太平间门口，隔着冰冷的铁门说了半小时心里话，却连哥哥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。2025年2月28日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，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大量证据，包括法医尸检报告中关于非人道折磨的关键表述，建议判处主犯于金生死刑，沙玉娇和杨恒则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之间的量刑。然而，让人愤怒的是，3名被告人在法庭上均当庭翻供，试图推翻此前的供述。于金生声称自己定罪不当，量刑过重，否认主动提起抢劫犯意。沙玉娇哭诉自己是被于金生操控，不敢反抗也不敢报警。杨恒则直接否认事先参与预谋，辩称自己只是好心介绍生意，不知道于金生会抢劫杀人。凶手们的狡辩彻底刺痛了罗大美的家人。在2025年7月29日的一审2次庭审中，罗大美家属当庭提出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放弃所有民事索赔权利，只请求法院严惩3名被告人。2025年10月24日，一审判决结果公布，被告人于金生因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；沙玉娇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；杨恒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。判决书中明确指出，于金生主动策划抢劫、杀人灭口，且作案手段极其残忍，对被害人实施非人道折磨，主观恶性极深。沙玉娇积极参与看管和销赃，2人均为主犯。杨恒虽未参与后续抢劫分赃，但事前参与预谋并诱骗被害人，系从犯。这个结果让罗大美的家人喜忧参半，他们接受于金生的死刑判决，也认可沙玉娇的死缓，但认为杨恒被判13年太轻了。小尚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，杨恒不是简单的从犯，他多次和于金生商量如何犯罪，一次次诱骗我哥哥，没有他的配合，这场悲剧根本不会发生。为此，家属先后向南阳市检察院和河南省检察院提交抗诉申请，但最终公诉机关未予抗诉。与此同时，3名被告人均对一审判决不服，提起上诉。2025年12月5日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南阳中院开庭2审。庭审现场，河南省检察院的4名出庭检察员针对上诉人的狡辩逐一进行回击，当庭播放了于金生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，结合法医尸检报告的关键证据，用铁证粉碎了他们的谎言。庭审中，控辩双方围绕证据是否充分、主从犯认定是否适当、于金生的立功情节是否足以从轻处罚等焦点问题展开激烈辩论。于金生虽有立功情节，但法院审理认为其主观恶性极深，犯罪手段残忍，且对被害人实施非人道折磨，罪行极其严重，立功情节不足以从轻处罚。沙玉娇所谓的被操控缺乏证据支持，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犯主犯。杨恒的诱骗行为是案件发生的关键环节，但考虑到其未参与后续犯罪，认定为从犯并无不当。2025年12月5日17时许，二审当庭宣判，驳回3名被告人的上诉，维持原判，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金生死刑。走出法庭时，小尚终于露出了2年来第一个释然的笑容，感谢检察官的有力回击，让哥哥在天之灵得以告慰。罗大美案从案发之初就引发了全网关注。截至2025年12月，相关话题在抖音、微博等平台的总阅读量已突破50亿次。
100万粉丝的网红身份，熟人作案的残酷真相，200万赎金换不来生机的悲剧，尤其是法医尸检揭示的非人道折磨细节，都让网友们情绪激动，纷纷在评论区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善良真的需要锋芒，是评论区最热门的观点之一。罗大美生前仗义疏财，对朋友有求必应，可这份善良却被凶手利用，最终在痛苦折磨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，以前总觉得拒绝别人不好意思，看完罗大美案才明白，无底线的善良就是在给坏人可乘之机。还有网友感慨，我们教孩子要善良，却忘了教他们分辨善恶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关于熟人作案的讨论也引发了广泛共鸣。于金生以朋友身份接近，杨恒用生意名义诱骗，这种来自熟人的背叛，比陌生人的伤害更让人不寒而栗。有网友留言，现在都不敢轻易相信熟人了，你把他当朋友，他把你当提款机，甚至当猎物。社会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熟人作案往往具有更强的隐蔽性，受害者容易放松警惕，这提醒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保持边界感，即使是熟人也要留个心眼儿。杨恒的量刑问题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，支持一审判决的网友认为，杨恒未参与抢劫和杀人，认定为从犯并判处13年有期徒刑，符合法律规定。但更多网友站在罗大美家属一边，认为杨恒是帮凶，没有他的诱骗，罗大美不会落入陷阱，更不会遭受那般折磨。有法律博主分析指出，共同犯罪中从犯的认定主要看其在犯罪中的作用。杨恒的诱骗行为是犯罪的重要环节，但考虑到其未参与后续暴力行为，量刑在法律框架内是适当的，这也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。网红群体的安全问题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随着网红经济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网红公开自己的生活轨迹和财富状况，这既带来了流量，也带来了风险。有网红博主分享自己的防护措施，现在出门都带保镖，陌生邀约一概拒绝，直播时也不会透露自己的具体位置。业内人士建议，网红群体应提高安全意识，避免过度暴露个人信息，平台也应建立安全预警机制，为网红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。案件审理过程中，罗大美生前的善举被不断提及，更让网友们为她的遭遇感到惋惜。她资助过的贫困学生，帮助过的同行艺人纷纷发声，讲述罗大美的仗义故事。有同行说，以前跑商演时，我资金周转不开，罗大美二话不说借了我5万块，还说都是苦过来的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这些温暖的故事与凶手的残忍形成鲜明对比，让人们更加坚信善良从来都不是错，错的是利用善良的恶人。2025年12月5日，二审判决生效的那一刻，罗大美的妹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哥哥的照片，配文：哥，正义到了，等你回家。虽然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这个家庭所承受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。父母一夜白头，妹妹失去了最坚实的依靠，那些等待真相的日日夜夜，那些在法庭上强忍着泪水的瞬间，都成了他们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印记。罗大美案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人性的善与恶。他用一生诠释了善良的含义，却在生命最后时刻遭遇非人道折磨。这份悲剧让每个关注案件的人都深感痛心。而于今生、沙玉娇、杨恒被贪婪吞噬，为钱财不惜践踏生命，最终沦为阶下囚，也印证了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的真理。这起案件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：善良需要带刺，信任需要设防。在复杂的社会中，我们既要保持善良的本心，也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轻易暴露个人财富与行程，不随意相信熟人的莫名邀约。面对不合理的要求，敢于说不，这不是虚伪，而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。于金生在赌场挥霍赃款时，沙玉娇接受转账时，杨恒收下500元辛苦费时，或许都没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毁灭。人生没有回头路，每个选择都要经得起良心的拷问，不要因为一时贪念毁掉自己和他人的一生。
如今，罗大美的抖音账号还停留在2023年7月5日发布的最后一条视频里，镜头里的她穿着华丽的戏服，唱着原来姹紫嫣红开遍。评论区里粉丝们还在不断留言，美哥，我们等你更新。这些留言是对逝者的怀念，也是对善良的坚守。愿罗大美在天堂没有折磨与背叛，能继续绽放热爱的光芒，也愿我们都能从这场悲剧中吸取教训，带着善良与锋芒前行，既温暖他人，也护己周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不是我唱的，露馅儿了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